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假如电从世界上消失了，手机、网络、电梯、汽车等等通通不能用了，你将如何继续生活？铃木一家是生活在东京市区的普通人家，家里的每个人都透着一股冷漠，只关心自己的事。铃木作为家里的顶梁柱，每天回到家就像个大爷一样坐在沙发，吆喝妻子拿这拿那，而妻子让他干点啥，他就跟没听见一样。活鱼不敢杀，无农药菜叶中的小虫子又把他吓了一跳。儿子则整天戴着耳机，沉浸在电脑的世界，见到家人连招呼都不打。女儿沉迷于打扮和社交网络，每天指甲油、假睫毛，啥都不能少。手机电量低于 10% 就会觉得大事不妙，充着电也要玩个不停。一个高度依赖现代产品的一家人，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发生那件事。那天铃木睡到了日上三竿，因为闹钟没响，铃木气得拍打闹钟，火急火燎地换衣服戴假发。妻子正无奈地扔掉冰箱里烂掉的食物，儿子见家里电都不能用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手电筒，可还是不能用。女儿见手机没电，崩溃地不肯接受现实，狂按黑屏的手机。由于电磁炉、电锅无法使用，父子三人没有吃早餐，在抱怨声中出门。本以为只是家里停电，没想到全区都停电了，电梯瘫痪，他们得爬10层楼梯下去。地铁、公交、出租车等出行工具也全部停摆，所有人不管远近都得步行。平日里骑单车上学的儿子成为街上人人羡慕的对象。铃木步行几公里来到公司，店门紧锁，大家只能破门而入。到了办公室，电脑等办公设备也全部没反应，领导只能让大家早些回家。铃木是真的不想再走回去了，他去买自行车，自行车价格飞涨，还得抢购，他花了大价钱抢到了最后一辆。晚上，铃木一家在烛光里吃晚餐，这本是一件浪漫的事，铃木却偏偏要在餐桌上工作，说什么非常时期才要更努力，一句话让儿女们不爽地放下了碗筷。他还没有任何察觉。晚餐后，妻子叫一家人来阳台看满天繁星，没有了灯光，微弱的星光变得耀眼。女儿惊呼，原来真的有银河啊！停电第一天，大家还能享受难得的惬意。停电第3天，大家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因为没有电泵，无法供水。脏碗筷、脏衣服堆满了厨房、客厅，超市的所有生活物资全被抢完，银行取款机也无法使用，只能到柜台取。特殊时期，每人限额10万日元，可就算这样也跟抢钱似的。还好妻子储备了不少现金，敏锐的人已经携家带口去找有水源便于生存的地方。铃木却还是决定坚守在东京。停电第7天，公司停业，学校停课，物资越来越紧缺，逃离东京去乡下的人越来越多。宠物狗被反锁在家中自生自灭，独居的老太太已经往生。铃木决定去投奔鹿儿岛的岳父，那里有鱼有水，物资不会短缺。从东京到鹿儿岛纵贯半个日本，开车都要10几个小时。铃木计划骑车到羽田，再坐飞机到鹿儿岛。他放下豪言，放心，跟着我就对了。一家人收拾物资准备出发。女儿准备了一套套衣服，戴上假睫毛，穿着恨天高。儿子明知没电，带的几乎还都是电器。抹好防晒霜，一家4口骑着3辆单车出发了。他们美滋滋地讨论着这场单车旅行，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让他们意识到，这叫逃难。一瓶水的价格被炒到1000，铃木狠狠地骂着：“奸商，我才不给你赚黑心钱！”可当他走得越远，价格就越高，2000、2500。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在菜市场身经百战的妻子。他砍价以每瓶600的价格包圆了所有水。半路上，一家人休息，吃着红豆包。女儿挑挑拣拣地将红豆扔掉，看到河边有人将鱼打捞起来腌制，还觉得血腥恶心。去公厕方便，直接被熏得辣眼睛逃了出来，最后只能互相掩护，在草坪里解决。傍晚，他们终于抵达机场，可机场已经停运，他们的计划泡汤了。别无他法，一家人只能继续骑行到鹿儿岛。这么远的距离，就算再怎么努力，也得1个月才能到达。他们想在一个旅店休息1晚，可很多店都关门了，唯一没有关门的价格还高到离谱，12万一间房。
第二天，一家人兵分两路，儿女去书店找地图，地图被抢购一空，只剩下一本小学生地理绘本。铃木夫妻想再找一辆单车，在一家米店门口，他们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单车。然而因为物资短缺，这里的交易方式已经变成最原始的以物易物，一条鱼只能换1勺米。大哥想用劳力士手表和玛莎拉蒂换米，直接被老板娘骂了出去。奢侈品成为最无用的垃圾，食物和水才是王道。妻子用2瓶酒和1瓶水换来1辆单车和1袋米，一家人正式去往鹿儿岛。他们直接上了高速，比起走路或靠滑板赶路的人，铃木一家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。在休息区，有人告诉他们大阪可能有电，铃木决定改道去大阪。晚上，一家人躺在地上盖着一张塑料布睡觉，儿子被冻醒，正好看到有人偷水，他追了那人很远，最后却发现那人偷水只是为了给孩子冲奶粉。儿子于心不忍，原路返回。翌日，一家人来到隧道前，隧道口坐着几个盲人婆婆，承接带人过隧道业务。女儿认为不就是隧道而已，直走就好了，她一马当先冲了进去。盲人老婆婆却笃定地说她会回头的。果然没几秒钟，隧道里传来几声尖叫。前路太黑，根本看不见，隧道里停的东西也很杂，他们直接撞到了车子。女儿还踩到软软的东西，可能是动物尸体，他们立马返了回去，请人带路。停电第16天，铃木一家终于找到水源。他们来到小溪边，积攒的脏衣服可算能洗干净，然而他们的饮用水已经喝光，火柴所剩无几。铃木跑到小溪里，捧起一盆水，赞叹道：多么干净的水！家人都劝铃木别喝，铃木还是一饮而尽。很快他就为此后悔不已。下午，暴风雨袭来，铃木一家顾不得行李，在桥洞下躲雨。眼看着一阵狂风将车吹倒，行李飞得四处都是。铃木猛地跑了过去，径直穿过自行车，蹲在草丛中解决体内的狂风暴雨。待雨过天晴，儿子的电脑被摔得稀碎，女儿的衣服全是破洞，妻子的眼镜也告别了人世。更重要的是火柴湿了，仅剩的大米散了一地。铃木又气又急又病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他们在路边休整，儿女去超市寻找物资。儿子找到一个求救信号弹以及一堆电瓶补充液，反正都是蒸馏水可以饮用。女儿则找到许多猫罐头，她大大挖了一勺，然后吐了出来，实在太难吃了。停电第22天，铃木一家完全不复刚开始精致的模样，满脸沧桑，邋里邋遢。他们坐在路中间吃着猫罐头，喝着电瓶补充液，而他们对面的家庭穿着干净好看的骑行服，吃着各色干果，还兴致勃勃地玩牌。这样强烈的对比让一家之主的铃木觉得颜面扫地，他愤愤地撕掉猫罐头上的贴纸。与铃木充满敌意不同，对方其实很友好，他们主动教铃木一家如何鉴别路边可以吃的草，如何烘干保存食物，如何收集饮用水。当得知他们要去大阪，因为那里可能有电时，还劝诫道，既然变成这样，就该享受现在。他们用机械的相机给铃木一家拍了张全家福，女儿将家里的地址留给对方，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这张照片。两家人一同行驶了一段路，铃木一马当先冲在前面，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挽回自己的尊严。第43天，铃木一家终于来到大阪，可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空城，一家人再次崩溃。本就积蓄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，儿女责怪铃木没有父亲的样子，只会吹牛，逃避责任，虚张声势，结果一无是处。もういい加減にしなさい。そんなこととっくに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。お父さんはそういう人なんだから。铃木瘫软地坐在地上，尊严碎了一地。争吵过后，一家人只能继续赶路。经过一个地方时，烧烤香味四溢，水族馆里的观赏性动物成了盘中餐，有人正在分发食物。铃木一家赶快排队，但轮到他们时，最后一碗刚好被送了出去。一向好强的铃木跪在对方面前，祈求他们最起码给孩子一碗。可没有就是没有，再怎么求都没用。停电第67天，一家人已经没有骑车的力气，推着车举步维艰，直到岸上出现一个老头。老头是附近猪场的管理者，因为电闸失效，
猪都跑了出来。老头将铃木一家带回去，喝着干裂无限量的井水，吃着热乎乎的家常饭。女儿吃着吃着哭了起来。2个月地狱般的生活后，终于再次有了希望。老头聘用铃木一家帮自己逮猪干杂活，作为报酬，他提供食宿，这样就算没有冰箱，也可以让猪肉保存更久。从没干过脏活累活的一家人，渐渐学会了砍柴、生火、挑水、打锅做饭。有了劳动，也有回报。晚上泡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，真是享受啊！幸福也变得简单起来。老头为铃木一家找来干净的衣服，这原本是给他儿子一家的。儿子一家远在美国，老头心中充满了担忧。回来后洗衣服、修车、劈柴，就连什么都不爱做的小女儿也学会了缝衣服。猪全部带完后，老头邀请他们留下来。一个人独居面对体力活时特别辛苦，大家一起也有个照应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提议，但铃木对妻子说：“你一定很担心你父亲，我们继续去鹿儿岛吧。”而后看向儿女问道：“你们也同意吧？”这是第一次铃木用妻子的视角考虑问题。一家人继续出发，老头给他们准备了满满当当的食物，还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久久不肯离去，直到他们彻底离开他的视线。一条河拦住了铃木一家的去路，这里原本应该有座桥，现在却没有。儿子发泄着怒火，铃木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捡起河边的木头做起木筏。他先将妻女送了过去，然后和儿子回去运行李和自行车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大雨倾盆而至，儿子本能地弃船逃跑。等雨停了，儿子找到铃木的假发，妻子和女儿抱在一起痛哭。停电第94天，妻子沉浸在铃木离开的悲伤中，精神已经崩溃。儿子突然成长为男子汉，他强忍着泪水拼命撑着，想成为家人的依靠。女儿吃着熏肉看到一只狗，他拿肉逗狗，一个不注意肉被狗抢走，接着一只狗带来了一群狗，他们冲向妻子装肉的背包，野狗们吃完了包里的食物，又将目标对准人。母子3人拥在一起，闭眼准备迎接人生的结局。耳边传来汽笛轰鸣声，古老的蒸汽火车冲出江湖，母子3人获救了。火车上，医生为妻子打石膏，顺嘴问了一句：“你们的父亲呢？”3人忍不住痛哭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铃木从河边醒来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摇摇晃晃地向前走，最后倒在一辆汽车旁。火车远远地向他驶来，这是他唯一的生机，他却没有任何力气呼喊求救。最后一刻，他想到儿子留给他的信号弹，一簇烟映入妻子眼帘。妻子叫停火车，一家3口奔向铃木，他们终于团圆了，身与心共同的团圆。回到火车上，妻子将假发交给铃木，铃木将它从窗户扔了出去。那些虚假的尊严早已不再重要。停电第108天，铃木一家来到鹿儿岛，在海边看到正在垂钓的岳父，浑身疲惫的他们瞬间充满力量，朝着岳父奔了过去。停电2年又126天后，铃木和儿子已经学会打鱼为生，女儿和妻子学会了织布、种菜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春种秋收，夏忙冬藏，幸福也变得很简单，吃一颗酸酸甜甜的西红柿就能得到。普通的一天，铃木被细微的声音吵醒，那是一个小闹钟，紧接着村里的喇叭放出音乐，电灯一盏接一盏的亮起。铃木一家并没有狂喜，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平淡。他们回到东京，像以前一样生活。不同的是，儿子摘下耳机，女儿放下手机，妻子敢对着活鱼下手。铃木像儿子一样骑单车上下班，将目光和注意力的一大部分留给了家庭。某天，铃木一家收到一封信，是骑手家庭寄给他们的全家福。看着全家福，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，铃木一家人都明白，家人安好，阖家团圆就是幸福。生存家族是石口史镜自编自导，小日向文世主演的家庭喜剧片。在此片之前，我们很难想象末世可以和喜剧联系起来，更难相信这还是一部治愈片。现代社会，多少家庭和铃木一家以前一样，每个人都低头忙碌向前冲，将耐心和关心留给了外面的人，把冷漠和坏脾气撒给家人。家空有虚壳，却没有一丝温度，每个人都疲惫不堪，对彼此充满抱怨。停电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人
必须停下来的契机。途中的艰难困苦是治愈冷漠的良药，让我们必须相互依靠。可我们真的就只有到世界末日才能懂家的意义吗？生存家族既是在讲面临末日，一家人如何生存下去，更是在讲在日常生活中家庭该如何维系，是每个人对彼此的尊重与感恩，是让每个家庭成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是相濡以沫恒久的陪伴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